你以为人类很牛逼？错了，我们连宇宙文明的幼儿园都没毕业，在宇宙的文明等级里，人类连0.7级都不到，什么概念？满分7级，我们连1级的门槛都没摸到，而1级文明能干什么？随手控制整颗星球的能量，台风想停就停，地震想关就关，火山喷发对他们来说就是个壁炉，但这才是最低级的。2级文明直接把一颗恒星包起来，没错，就是把太阳用一个巨型球壳整个罩住，榨干它每一丝能量。3级文明更离谱，整个银河系2000亿颗恒星全是它的充电宝，但真正让科学家夜里睡不着觉的是从4级往上。4级文明可以操控暗能量，就是那个占了宇宙68%却谁也看不见的东西。5级文明能在平行宇宙之间随意跳转，就像你换电视频道一样简单。6级文明可以改写时间本身，过去未来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本可以随便翻的书。那7级呢？7级文明已经不是神了，因为神在他们面前也只是个程序。7级文明能创造宇宙，没错，我们头顶这片星空138亿光年的可观测宇宙，可能只是某个7级文明午休时随手捏的一个泡泡。更恐怖的是，物理学家已经发现了4条证据，暗示我们这个宇宙可能真的是被设计出来的。今天我把这7级文明从头到尾给你拆干净，看完之后你会发现，人类最大的恐惧不是孤独，而是我们可能只是别人鱼缸里的一条鱼。故事要从1964年一个苏联天文学家的疯狂设想说起。那一年冷战正酣，所有人都盯着月球，但一个叫尼古拉·卡尔达肖夫的苏联天体物理学家问了一个没人敢问的问题：宇宙中如果有外星文明，怎么给他们分等级？他的答案简单到残暴，看你能吃掉多少能量，不看哲学，不看文化，就看功率。这套理论最初分3级，后来科学家越琢磨越上头，硬是推演到了7级。每升1级，能量掌控翻上万倍，不是爬楼梯，是坐火箭往上窜。而人类现在是多少呢？根据卡尔萨根的计算，我们大约0.73级，全人类能源消耗总功率大约18太瓦，而地球每秒接收的太阳能高达17.4万太瓦，我们只用了不到1/1000。坐在金矿上啃窝头，还觉得自己挺富裕。但最可怕的不是我们有多弱，而是我们正站在宇宙中最凶险的悬崖边上。科学家管这叫大过滤器。1996年，经济学家罗宾·汉森提出的概念，意思是文明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路上，至少有一道几乎跨不过去的死亡关卡。很多科学家认为，这道坎就在0.7级到1级之间。核战争、气候崩溃、AI 失控，任何一个都能让我们在迈过门槛前直接团灭。费米悖论之所以恐怖，不是宇宙太安静，而是那些曾经喧闹过的文明可能全死在了这里。好，假设人类命硬挺过去了，1级文明是什么画面？完全掌控母星的所有能量，功率达到10的16次方瓦特，比现在高出50万倍，可控核聚变全面普及，石油、煤炭进博物馆，月球、火星建起永久基地，太空电梯成日常交通，整颗地球像一台精密机器，人类握着遥控器，但这只是及格线。2级文明开始吃恒星，太阳每秒释放3.8乘以10的26次方瓦特。1960年，物理学家弗里曼·戴森提出了一个疯狂方案，造个巨型球壳，把太阳整个包起来，榨干每1焦耳能量，这就是戴森球。别觉得是纯幻想。2015年，开普勒望远镜发现编号 KIC 8462852的恒星亮度诡异下降了22%，正常行星遮挡最多降1%。虽然主流解释倾向于彗星碎片，但外星巨型结构这个假说至今没被排除。有了恒星级能量，2级文明可以拆解行星当建材，制造微型黑洞当引擎，寿命突破数百年，死亡变成可选项，但光速仍然是枷锁。飞船哪怕达到光速的99.9%，横穿银河系也要10万年。3级文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碎这道枷锁，整个银河系2000亿颗恒星全部套上戴森球，功率达到10的36次方瓦特。有了这种能量，虫洞从方程变成工程图纸，10万光年的银河系几分钟通勤，意识可以上传、备份、复制，所有智慧融合成横跨星系的超级网络，肉体变成可更换的硬件，死亡变成换硬盘。但如果银河系真有3级文明，为什么我们一点声音都没听到？答案让人脊背发凉，他们在刻意沉默。3级文明完全有能力把存在痕迹抹得干干净净，吸收所有可见光，只释放难以探测的红外辐射。刘慈欣在《三体》里写的黑暗森林法则，在这个层面有了真实的物理学注脚。宇宙中沉默不是弱小的标志，而是智慧的证明。卡尔达肖夫的原始理论到3级就结束了，但后来的科学家根本停不下来。
从4级开始，每一级都足以颠覆你对现实的全部认知。4级文明触碰宇宙的底层参数，光速、引力常数、普朗克常数，我们写在教科书里。当铁律的东西在他们手里变成可拖动的滑块，消灭一个文明不需要舰队，不需要武器，只要在目标区域把强合力减弱1%，所有原子核瞬间解体，没有爆炸，没有闪光，一整个星系安安静静散成基本粒子汤。5级文明同时存在于所有平行宇宙中。1957年，物理学家休·埃弗雷特提出的多世界诠释，认为每次量子事件都会让宇宙分裂。5级文明能看到所有分支，在其中自由穿梭，每个选择不是2选1，而是全都要。它们的能量来自类星体，一个类星体的亮度顶1万亿颗太阳，核心是质量达太阳数10亿倍的超大质量黑洞。建一个人工类星体，对他们来说就像我们挖口井。6级文明改写规则本身，物理定律不是限制，是工具。想要引力朝上改方程，想要光速无限大改代码，他们已经没有物质形态，是纯粹的意识，在所有维度和宇宙之间自由游走。我们整个宇宙可能只是他们某次实验的副产品，但这些在7级文明面前仍然是过家家。7级文明已经不能用文明来形容，它们不存在于宇宙之中，它们就是宇宙之上的存在本身。能量、物质、时间、空间这些概念是他们创造的，对他们毫无意义。创造一个宇宙，就像你在纸上画个圈，138亿光年的星空，所有星系、黑洞、生命，可能只是他们一个念头的投影。你可能觉得这是科幻，但2003年，牛津大学哲学教授尼克·博斯特罗姆在哲学季刊上正式提出模拟假说。如果一个文明的算力足够强，他们能模拟出完整的宇宙，包括里面所有有意识的生命，而且不会只模拟一个，会模拟无数个。那从概率上算，我们活在真实宇宙里的可能性远小于活在被模拟宇宙里的可能性，而支撑这个假说的线索就是那4条证据。第一，宇宙物理常数精确的不可思议，像被刻意调校。第二，存在最小尺度普朗克长度，像计算机的最小像素。第三，光速像是程序运算的最大时钟频率。第四，量子力学的观测者效应，粒子不被观测时没有确定状态，你看它才渲染出来，像极了游戏引擎节省算力的逻辑。每条单独拿出来都有别的解释，但4条放在一起，你很难不打个寒战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人类能爬到第几级？大多数科学家认为3级可能就是天花板，4级以上涉及修改物理常数，穿越平行宇宙，那已经不是工程问题，而是触及了现实本身的底层架构。游戏角色想改源代码，逻辑上就是悖论，但在够到天花板之前，我们连第一层都没爬上去。气候危机在加速，核武器在扩散， AI 的发展速度已经快到让创造者都不安。人类有一个致命矛盾，技术进步的速度远远快于智慧进化的速度，手里握着毁灭自己的工具，脑子装的还是10万年前草原上的求生本能。卡尔达肖夫等级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真相，文明升级从来不是靠造更好的机器，而是一次集体意识的蜕变。也许宇宙之所以沉默，不是没有文明，而是大多数文明都没学会这一课，拥有了毁灭的力量，却没来得及长出与之匹配的智慧。人类现在就站在这个分岔路口，往左是星辰大海，往右是永恒寂静，没有第3条路。屏幕前的你觉得人类能迈过这道坎吗？如果你发现自己真的活在模拟宇宙里，你最想对那个7级文明说什么？评论区告诉我。